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祝觀眾朋友們新年快樂！在新的一年，我們的過年特別節目啊，今天持續的來進行當中。我們節目一開始先歡迎來賓，首先歡迎前立委孫大千委員，大家新年快樂！前資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新年快樂，馬到成功。好，還有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祝大家馬英九到成功嶺，馬到成功。好，今天呢，新的一年哦，節目一開始我們可以輕鬆一點。今天要來回顧一下，在今年一整年，我們要特別來關注的國際大事，尤其一開場我們就來關心中美之間的接下來的關係會如何做發展。因為呢，川普跟習近平預估今年哦會4度，川普他會4度的訪問中國。那麼習近平的話，現在預估來自於川普的說法，可能在年底的時候也會進白宮。另外一方面，中俄則是暗中的暗線聯手，世界權力版圖在今年會怎麼發展？今天特別節目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是來自於美國媒體 Politico 最新的爆料，說川普預計4月第一周他就會訪問北京了，跟習近平主席見面，而且今年可能不是一次會見整整4次的習川會。4月份，包括我們來看到接下來的時程，4月份在北京，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會議，12月在邁阿密的 G20， 甚至年底剛剛講了，習近平可能進白宮。大使怎麼看今年的這一次的會面有什麼重點是我們要特別來做關注的？這次應該不是去吵架的啊，也不是去這邊鬥爭的。我想應該是川普要營造一個有利於他在今年底的期中選舉的一個氛圍。所以去年底的時候，川普就叫他的這個應該首席幕僚吧，貝森特，美國的財長就出來說啊，這個現在關係大抵都非常好，不會繼續有什麼鬥爭。然後呢，今年要見你4次面，然後呢，預期美中關係可以怎麼樣？可以在一個這個平穩向上的一個狀況，所以就已經把今年的調子啊，中美關係的調子就已經美方就定了。那事實上的話，美國方面學者對今年中美關係，從美國的角度，他的定調是什麼？休兵的一年。休兵。那所以在休兵的時候，這個為什麼要休兵呢？最主要原因有2個，一個是美國要大選，期中選舉。這次川普真的目前為止不看好，如果沒有什麼事情出來沖洗的話，那真的是。川普現在惹出來的禍真的是蠻大的，尤其他那個 ICE 被美國有一些國內人士說，這就不是新納粹黨嗎？對不對？這不是那個這個川普的鐵衛軍嗎？SS 嗎？這個在街上殺人，只差沒放火了，對不對？3K 黨一樣，3K 黨一樣啊！川普的私人軍隊什麼時候冒出來一個 ICE， 還有這麼強大一個部隊出來？而且呢？不受任何州政府、任何人管不了，就川普一個人的命令，所以就變成這個在美國造成軒然大波啦。然後經濟也不好，所以川普今年的期中選舉，說實話，他不希望有太多的衝突，外界的衝突，而外力基本上要能夠幫他的選舉。那另一方面，回過頭來，就中國大陸現在手上有2張王牌，對於川普來講是必須要怎麼樣？要謹慎行事。第一個稀土，稀土如果中國大陸把這個稀土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緊箍咒把它一收的話，那美國很多產業就會把這個責任歸咎於川普。你搞了半天，讓我們這個工廠生產不出東西下來，我沒有辦法製造啦。這不只是軍工業，電子業極端需要很多稀土的。那美國可是要真的要開很多產業要開天窗了，這個川普要負責。所以稀土他惹不起大陸。第二個呢，大豆，對吧？撒豆成兵，現在每一顆豆都是一顆兵，對不對？不要說2500億這個2500萬，2500億噸的這種大豆，那這個都可以的，不是撒豆成兵，撒豆成票，通通可以換成川普的選票。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很多是豆農人，中西部的這些農夫。那你要施政以後把我的飯碗給打破了，那對不起啊，我再認同你的想法，我也不會投票給你啊，換人。所以呢，基本上，所以就是說，中國大陸手上有川普不敢惹，而且想要
什麼樣想要追求的東西。是。那所以這兩個因素加起來，川普今年不會跟中國大陸怎麼樣硬剛。那甚至會拿一些籌碼來跟中國大陸做交換。如果他需要大豆，他需要說，再買點牛肉吧。他想說，你豬肉吃也蠻多，再買點豬肉吧。最後回來說，水產品能買一點吧。這都是各州的那些參眾議員，聯邦參議在選舉告急的時候，會跟川普講說，我下面的選民，這個這個豬肉協會啊，明尼蘇達州，或者說哪一個州，或者阿肯色州豬肉協會說，你要幫我搞到賣掉多少噸的豬肉的話，我票就給你。那去哪裡找這麼大買主？當然中國大陸了。所以今年川普來講，從美國角度上來，是可能會不但是要休兵，而且必要的時候要有很多交換條件。是。那台灣問題就是其中一個。那4月可以見端倪。4月如果沒有擺上台面的話，那後面還有3個見面。所以呢，今年對我們來講的話，盡量少去刺激大陸，也不要去刺激美國。那這個我們能夠很平穩的這個度過一年就很不錯了啊！不要把自己認為我們是所有的這種國際政治裡面的我們是什麼？我們還是操盤手嘞！哇，那真是太危險了。是。所以今年的中美關係，我想就是說，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可是也不會繼續惡化。那如果說雙方要認真都有所需的時候，那就要拿很多項目出來交換。是。那所以這個交易的機會很大。好，所以中美在2026年，這是一個稍微休兵暫緩的一年，但是這個細節會做一個大交易，會用什麼來做交換，這我們會持續的來做關心。那在地緣政治上，我們知道中美兩派現在兩派的陣營也在成型當中。那另外一方面，我們會來特別關心到，就是美國跟日本這個加深他們的關係，另外一邊就是中俄之間在加強關係。我們先來看美日加強關係。高市早苗不是在2月8號這個眾院的選舉當中，剛拿下國會2/3的這個修憲門檻，拿到310席，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嗎？在此刻呢，川普也說了，他接下來在3月19號非常歡迎高市早苗來跟他做見面。那為什麼呢？川普要這麼做呢？是要先控管日本嗎？那高市現在取得國會的優勢之後，對於接下來的美中局勢又會帶來什麼變數？委員又怎麼看？當然呢，就是說高市早苗對這個川普來講講好聽一點，他是一個很聽話的盟友哦。那麼講難聽一點，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像賴清德一樣，做美國很聽話的小弟哦。尤其是高市早苗對這個對川普的這種阿諛諂媚哦，幾乎就已經到了令人惡心的地步了。所以你說川普最喜歡就是這樣的調調啊，扒着他的大腿，然後呢，這個盡量的奉承他，然後取悅他。所以因此你說川普在訪中之前順道到日本去一趟，這也並不令人意外。再加上高市現在已經掌握了日本的這個大多數的這個國會的席次哦，甚至已經具備了修憲的能力了。所以現在外界都在預估說，接下來自民黨有沒有可能就直接來修憲法第9條了？那對美國來講我認為美國對於高市修憲這件事情是某種程度是暗中樂觀其成的，因為美國想要鞏固他在印太地區的角色跟地位，他又不想自己犧牲奉獻，髒了自己的手，所以他最好就是需要有幾隻看門狗，要有看門狗就一定要有牙齒啊，那看門狗如果沒有牙齒，那看門狗也没有用啊。所以呢，如果今天日本沒有具備牙齒沒有具備一點武器，這個給這些小弟小妹的話你說叫他們來幫美國在這裡捍衛美國的利益跟這個美國的這個地緣政治的穩定，他們是做不到的。所以其實我幾乎可以預估得到的就是說，美國對於日本的這一次，如果高市真的要走向修憲的話，美國這個私下的態度應該是屬於一放手樂觀其成的，因為唯有這樣子做，日本才會具備更大的這個主動性那麼插手整個的印太地區的事務就能夠更不需要美國親自出手了。那麼，但是你說我們看到 Politico 說，在接下來的這1年，川普跟習近平會見4次面，那是 Politico 講的那是美國自己放出來的消息我相信絕對不會是習近平中南海自己去聯絡 Politico 的記者說我要放這個消息給你的。對。那為什麼要有這個消息呢？就是剛剛大使講的因為需要沖洗嘛，因為他需要一些好消息去掩蓋國內的這些壞消息。所以你說到底4月份習近平跟川普會不會見面？
我覺得很難講哎。就川普大概是全世界現在排名這個第1名最想見習近平的人哦。那但是問題是，習近平要見他，習近平何嘗不知道這是給川普加分呢？那就要像剛才大使說的，川普你要拿什麼東西來交換呢？這就是為什麼在前幾天，我們看到習近平跟俄羅斯跟這個川普同時通了個電話，那電話裡頭跟川普講了2個小時，他特別再三強調軍售的問題，而且他的用詞其實已經超乎了外交詞句的這種禮儀的模式了，已經幾乎到了畫上紅線警告的態度了。這個像大使是外交官非常的熟悉，就有些詞句不是在彼此的正常外交這個對話當中可以用到的，可是習近平用了，他用了要求川普要謹慎的來面對跟處理對台的軍售問題。是，那麼因此如果美國還是照現在這樣哦，現在不但要賣我們，逼着我们台灣交了1.25兆去買它的軍購，然後接下來美國又通過了所謂的台灣保護法案哦，那麼現在就等着川普要不要這個簽署公布，這些東西都是造成川習會是否可能成型的一個重大障礙了。就如果今天川普沒有做任何的調整，仍然是玩這種把戲，玩兩手的把戲哦，面子上講好聽話，然後台面上不斷在你背後捅刀。那我相信習近平也不是省油的燈啊，他沒有必要在這個毫無所得的情況下幫你川普造勢哦。那你更不要提到說，如果川普在訪日的過程當中，對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的這個走向做出公開的表態贊成的話，那這也會嚴重的影響到川普能不能夠跟習近平見面的可能性。所以我覺得這個4次會面是川普樂觀的期待哦。但是能不能見得成，到底要見幾次，那就要看川普的表現了。好，所以我們也看到說，現在等於說是美日聯手會影響到整體接下來2026的亞太地區的發展。當然，台海形勢也包括在這當中。剛剛講到的世界2大陣營，除了我們剛剛講的2線嘛，美日之外，還有就是中俄。中俄在今年的發展又會是怎麼樣呢？其實我們來看到今年的1月4號，習近平主席才和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丁舉行了這個視訊。那他沒有預告接下來會不會跟普丁來做見面啦？就是這個習普會到底會不會成型，不知道。但是呢，習近平也特別強調了2026年的重要性，它是中國大陸“15+5”規劃開局之年。那中方會跟俄羅斯在內的許多國家一起共同發展機遇。今年同時也是重要的日子，包括了中俄的戰略協作30週年跟合作條約25週年等等。今年有沒有可能在中俄上面可能有哪些新進度？漢庭又怎麼看？在俄羅斯國內，莫斯科的精英早就已經拋棄了對西方的幻想，在莫斯科的輿論場上談論的不再是如何融入到歐洲，而是如何的來搭上中國15+5的快車。尤其在川普的回歸之後啊，讓整個華盛頓充滿了交易跟不確定的色彩，世界的動盪不安。所以中俄之間雙方的背靠背合作啊，早已經單純的超越了地緣政治的權宜之計，而是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一個定海神針。我們純粹的從貿易上面來看呢，目前中俄的貿易額已經連續3年都突破了2000億美元，而在2025年呢，更高達了2281億的美元，來到了歷史新高。所以很顯然的，未來至少幾個層次的合作。第一呢，在能源上面俄羅斯對中國大陸的能源出口不再只是單純的當一個賣油翁，我就是輸出石油啦，而且最新的進展包括在核能甚至是北極的航道，在他們的開發上，中俄都已經進入了深層的綁定。面對大陸正在進行的15+5的規劃，所以呢，俄羅斯也尋求中國大陸更高質量的一些製造業，而且呢，要尋求一些陸地上陸路運輸的這些能源，那都能夠有很好的合作。而第二，雙方呢在金融上的去美元化合作也會更加的深刻。再來第三呢，普丁還特別提到了11月的深圳 APEC。為什麼？今年的11月 APEC 就要在深圳舉行了。那這是中國大陸的科技之都，也是被美國制裁名單的重點關照城市。所以普京承諾要去這個出席深圳 APEC， 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信號。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將在遭到科技封鎖的最前線，展示突破這個圍堵的決心。那麼在今年，習近平主席跟俄羅斯總統可能會見幾次呢？大膽預測至少有3到4次。第一個呢，在上半年，因為普京總統極可能對大陸進行國事訪問，這個克里姆林宮對話的時候，其實已經有釋出訊息了，這就是對30週年的最高規格慶祝。
另外呢，也包含了上合會的組織、金磚國家的峰會，以及11月的深圳 APEC。所以至少3次，多的話呢，應該要有4次。所以可想而知，在2026年如果這邊都講說啊，這個中美呢要見4次的會談，但這個會談裡面更多也都是一些交易啦、算計，關鍵是川普怎麼樣去得到他的好處。那麼大陸呢跟俄羅斯之間的這個合作，其實呢也是一種對沖，而且呢反而是一種肝膽相照的表現。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